嗨，小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小怡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成语故事，叫做班门弄斧。你们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鲁班是谁吗？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超级厉害的发明家——鲁班爷爷，还有这个成语的由来吧。鲁班爷爷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工匠。在现今中国的山东省南部，有一个叫做鲁国的地方。其实，鲁班爷爷的本名叫公输班，但因为他是鲁国人，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巧匠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鲁班。就像我们现在说台湾凤梨或日本寿司一样，用国家的名字来称呼特别的东西。鲁班爷爷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人。他特别擅长做木工和建筑。你们知道木工是做什么的吗？木工就是用木头做各种东西的人，比如桌子、椅子、柜子等等。而建筑呢，就是盖房子的人。鲁班爷爷不仅会做这些，而且做得特别好，所以大家都说他是木匠和建筑业的祖师爷。传说有一天，鲁班爷爷在山上散步，他看到树上有很多锯齿状的叶子，就像小朋友们的小刀具一样。鲁班爷爷看着看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哇，如果我做一个工具，像这些叶子一样有锯齿，那不就可以更快地切割木头了吗？于是鲁班爷爷回家后就开始动手做实验。他试了很多次，终于发明了锯子。你们见过锯子吗？它就是一个长长的，边缘有很多小锯齿的工具。有了锯子，木工们切割木头就变得轻松多了。有一天，从外地来了一个木匠，在鲁班爷爷家门前，拿着斧头和木材，向路过的人夸耀自己的功夫，并大声吆喝，吸引许多路人围观。就在他志得意满的大喊时，有个路人告诉他，他正站在鲁班的家门前。这个木匠一听，马上惭愧地收拾自己的工具，低着头快步离开。这个故事流传到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柳宗元，他常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深奥的道理，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。有一天，柳宗元的两个好朋友来找他。那两个好朋友是一对兄弟，叫做王伟兄弟。这两兄弟写了一些很棒的诗，想要拿到京城去给大家看。他们的诗写得非常好，就像音乐一样好听。于是，他们请柳宗元帮忙写一篇介绍诗的序，来介绍他们的诗。柳宗元觉得这两兄弟的诗写得真的很棒，所以他在介绍诗的序文里这样写道：这两位兄弟的诗句，就像是三国时代的阴渠和阴阳，以及南朝的陆机和陆云这两对兄弟一样厉害。这样的赞美让王伟兄弟非常开心。不过，柳宗元也开玩笑地说，我写这篇介绍的文章，就像是在鲁班爷爷面前耍弄斧头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柳宗元的意思是，他觉得自己写的介绍文章，在这么好的诗面前，显得不够好。就像一个普通人在鲁班爷爷这样的大师面前耍弄斧头，显得很不自量力一样。这个比喻后来就变成了班门弄斧这个成语的由来。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在专家面前炫耀自己的本事，结果显得很不自量力的情况。小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它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，但是在展示自己的才能时，也要谦虚一点。就像柳宗元一样，他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对朋友的欣赏，同时也提醒自己要保持谦逊。这样，我们就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友，并且一起进步。小朋友们，鲁班爷爷的影响可不只是他的发明和技术，他的精神和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工匠和发明家。
鲁班爷爷总是充满好奇心，喜欢学习新的东西。正是因为这种精神，他才能不断创新，为后人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发明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人们依然尊称鲁班爷爷为巧圣先师，也就是木匠和建筑业的祖师爷。每年的农历6月13日，很多木匠和建筑工人都会举行活动来纪念鲁班爷爷，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感谢。在台湾的台中东市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叫做鲁班庙。清朝时期，台中东市原本是台湾原住民所居住的地方。至清朝乾隆年间，清廷为造船，就在各地开办军工寮，以庙周围作为东市最早开放地区，因匠人聚居，就称为匠寮。当时，工匠常遭台湾原住民出草，遂在公寮附近奉祀鲁班先师令旗。每次要入山伐木前，就先到庙内祭拜，祈求平安。到了日本时代，大正9年（1920年），将三山国王神尊引入庙中供奉。所以在日本统治时期，并没有禁止汉人供奉神明和祖先。小朋友们，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不只是学到了班门弄斧这个成语的意思，还认识了伟大的发明家鲁班爷爷。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们一些启发，让你们在学习和生活中，既能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又能保持谦虚的态度，尊重和欣赏别人的专长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习鲁班爷爷那样，不断创新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好处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保持好奇心，不断学习新事物，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领域里的鲁班爷爷。别忘了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的精彩故事了。